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做出来的。只要一段提示词，就能一次生成一本简单的绘本。今天就来揭晓幕后制作的秘辛。嘿，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这一集课程由我的 AI 语音助理 Tala 来帮大家讲课，让我们一起欢迎 Tala。大家好，我是 Tala，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，就像星星指引方向。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，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。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，请自行调整。今天要讲的 AI 工具是大家都认识的 ChatGPT， 因为要一次生成多张图片，所以我使用的是付费版的 4O 模型。首先来到 OpenAI 的网站，开启与 ChatGPT 聊天的新视窗，贴上我们准备好的提示词，就可以坐在旁边纳凉喝茶，看它慢慢表演。吃完点心，它也差不多完成我们交办的事项。会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。什么样的提示词可以让 AI 一次完成这么多任务而不遗漏呢？我们现在就来一探究竟。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方法，叫做喂代码。你们也可以搜寻看看，全网只有一个教授在讲喂代码在大语言模型中的应用。喂代码3个字听起来有点恐怖，该不会要写程式吧？你想太多。如果你上网查会得到这样的答案。喂代码是连接人类逻辑和程式语言的桥梁，越看越模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逻辑。逻辑就是做事情的方法与步骤，就这样而已。把你要做的事情拆解成几个明确并且可执行的步骤，让任何人都能执行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SOP。把它想成 SOP， 这样就不陌生了吧？只要逻辑好的人都能学会这一套方法。什么样才是逻辑好的人呢？简单讲，就是头脑清楚。所以什么是喂代码提示词呢？就是在提示词中加入明确的逻辑和描述性的指令，来引导 AI 模型生成这些内容。我们现在就来拆解这段生成绘本的提示词。这段提示词是从网络上的范例修改而来的。要完成一本简单的绘本，有以下几个步骤：1. 故事撰写； 2. 分镜； 3. 风格描述与角色定义；最后将分镜、风格描述、角色定义全部汇整在一起生成图片，并且指定图片大小。逻辑架构有了，剩下的就是细节的描述而已。有想法的时候，就把要求直接告诉 AI， 没有灵感的时候，就请 AI 帮我们写，给 AI 自由发挥，最后再根据生成结果来修正提示词，或是直接做局部修改。什么？就这样？真的那么简单吗？那我可以躺平咯。想得美 ，AI 是个变动的工具，每次执行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你还没习惯吗？所以在 AI 的时代，需要通才，需要会变通的人，需要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这几个范例，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，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我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做的故事是飞鸟和鱼，虽然那时候还没付费，还是用 ChatGPT 3.5 的模型，但是非常顺利，一次搞定。虽然它只能依照我们的要求写出故事、分镜、风格、角色定义，然后一次产出15张图的 image prompt， 我再复制这个 image prompt， 贴到 Copilot 的 image creator 生成图片，就是以前的 Bing image creator， 但是这个做法只能一张一张生成，只能生成1:1的正方形，还要再用其他 AI 工具扩图，又是一次工，而且提示词的字数有限，有些分镜无法贴上完整的提示词，就会稍微走中，但最后成品还不错，就是你在这集看到的儿童绘本。但是使用 AI 工具却变成手工业，还要一个一个复制贴上，的确蛮讽刺的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使用 AI 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作量，而不是增加工作量。为了自动化生产，所以我后来终于选择用付费版了。付费之后，它就可以一次跑出所有图片。第二次做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做到第10版才做出满意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一开始很懒，没有给他完整的故事，直接叫他写一个中秋节的由来，也没有要求明确的分镜数量，他就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给出一版很阳春的4页内容，超级偷懒。因为我们没有要求他要上网查询确切的资料，所以他通常就会凭记忆乱掰乱写，而且神话故事本来就有很多种版本，所以我最后是自己查完，直接把故事大意放进提示词里面，这样出来的结果才会符合我们的期望，也才不用来来回回很多次。所以如果是做历史故事、神话故事或是圣经故事之类的，资料一定要自己确认过，不要任由 AI 乱掰，误导观众。如果不想做那么多功课，那就选择做不需要花时间考究的故事类别。做传统神话故事，还有另一个挑战，就是服装跟发饰太复杂，
如果定义的不够明确，没定义到的内容就会千变万化。如果讲得太过仔细，可能会超出提示词的字数限制，导致无法读取完整的资讯，把分镜内容都漏掉。像这样，只生成人物，但没有剧情。那要如何解决呢？如果是整批图片差异很大，一定是提示词没写好，有问题。我会要求他给我最后生成图片的提示词，然后一一比对，就能查出问题在哪。问题通常出在风格，或是最后汇整的提示词，分镜不太容易有错。像这个例子，就是冷暖色系差异太大。我后来是要求他风格比照暖色系的提示词，结果就比较统一，风格看起来就会比较一致。如果是构图错误或角色不一致，又要怎么解决呢？一、直接叫它重新生成；二、点进图片，输入提示词，再重新生成；三、点进图片，使用笔刷选取范围，并加入提示词叙述，再重新生成。像这样，这边可以一次选取多个地方，然后个别叙述清楚。像这样，有时候它是可以一次执行完成的，不一定要一个一个慢慢改。如果不行，才回到一个一个慢慢改。四、如果是要修改人物或衣服，我们也可以比照 Midjourney 或 Leonardo 的 Character Reference 或 Style Reference 的概念，在提示词中要求它比照 Gen ID 叉叉叉生成叉叉叉，或是上传图片，要求它比照这张图片如何处理。像这个例子，构图对了，但人物服装怪怪的，我就会用这个方式来修改。欢迎来到 AI 小学堂。AI 是个变动的工具，没有一定要用哪一个方法，也没有说哪一个方法一定有效，都是 case by case， 视当下情况而定。AI 生成的本质是预测，永远不会有标准的答案。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需要很会变通，需要机动派的人，需要跳跃式的逻辑，需要多看多学。不同 AI 工具的教学影片我都会看，不管我有没有用这套工具。像我没有在用 Midjourney， 但我还是会看别人怎么用。AI 工具将来还是会一直变，我们学的是逻辑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你现在所学的一切，都是工具箱里的工具，什么问题该用什么工具，都是凭感觉。什么叫做凭感觉？就是经验的累积。嫦娥的故事完成之后，我在同一个对话视窗里，用相同的方式继续生成吴刚伐桂的故事，遇到类似的问题，人物、服装、构图的问题，都用前面的那些方法处理，检视及修正提示词，局部修改，参考 Gen ID 叉叉叉生成。还有遇到一个比较好笑的状况，因为吴刚这个角色是个负面教材，一直被说太多负面情绪，违反生成内容政策，我就跟 AI 一直讨论如何修改提示词，只是太多次之后，他自己还是会打结，陷入无穷回圈。这时候当然就是谢谢不联络，明天再来。结果隔天还是一样，我就另外开一个对话视窗，重新生成后续的图片。这时候就要给他超级完整的提示词，才能够比较一致。但有些画面还是一直生不出来一样的角色，例如这一张，我最后就用 Design 直接 P 图比较快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故事情节如果有牵扯到比较负面的字眼，一定要换句话说，免得 AI 变得跟我们一样负面及钻牛角尖。再来，乌龟奇遇记这个故事生成的过程还算顺利，构图都是正确的，但风格不是我们要的，因为我一开始是放给他自由发挥。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如果跑出来的风格不是你想要的，有3种做法。一、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一句话直接叫他修改成某某风格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有请他先将提示词整理成一个 Excel 档给我，本来是要先检查提示词的问题在哪，后来突然灵机一动，直接请他改成皮克斯卡通风格，他就把这个关键字加入提示词的档案。我看完确定没问题之后，就让他再重新生成图片，没想到风格还算统一。卡通类的故事，这5个字蛮有效的，因为他们历史悠久，名声响亮，风格特征明确，外加资料量够大，所以 AI 已经超级认识他们了。另外，在这个例子中，第一次生成的图片，虽然风格不是我们喜欢的，但是差异也没有太大，所以大部分的风格转换过程超级顺利，只有兽医跟鹦鹉这2个角色需要花点时间处理。鹦鹉还算简单，颜色统一就好，但是兽医的脸比较多变化，却又很难叙述清楚，像这个脸跟这个脸是要怎样用不同的叙述来区别，外加鄙人在下我实在是有点脸盲，所以我是有让他多重新生成几次，碰碰运气，因为皮克斯的脸大概就那几款，跟现在医美人的脸一样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些脸盲的人有多痛苦。当然也有试着用笔刷选取，然后要求比照 Gen ID 叉叉叉生成，才有2张比较像的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一批次跑出来的图片比较容易一致，但是如果中间中断，或是后续继续生成别的图片，风格及角色就不一定会相同。
然而，付费版还是有算力使用量的限制，太过密集使用，它会要你休息一下再来。通常休息一下再生图，后面的图片风格就很容易走钟，这时候要再给一次完整的提示词，很像健忘症的人，全部要求要再重讲一遍。最后，为了避免来回多次讨论，如果你有想要的风格，可以在一开始就指定给他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再来，像嫦娥奔月这个例子，我后面请他写4个启示，再生成相对应的图片，风格就完全乱七八糟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何将这样变成这样呢？除了前面教过的方法以外，还有用到另一个付费工具 Design， 它的前身是 Styler.ai， 这个工具我们之前有讲过几次，没有看过的同学，等一下看完这集可以去看一下，相关连结我会放在留言置顶。先在 ChatGPT 完成差不多的构图，因为 ChatGPT 是最听得懂人话的 AI， 构图的正确性比较高，之后再到 Design， 上传图片作为风格，或是选择现成的风格模型，像水墨画跟黑白漫画的风格，这边都有训练好的，每次生成4张，4张里面通常至少可以挑到1张满意的。以这个例子来看，我先在 ChatGPT 用前面教过的方法完成这些构图，再到 Design 用第1张作为风格，将2、3、4转换风格，变成这样，但我没有很满意，所以我就再试着将这4张转成水墨画风格，以及黑白漫画风格，结果就非常统一。它还有这种风格跟这种风格，看起来也不错。这边要注意的就是，有时候黑白漫画风格会转出一点彩色的内容，这时候不需要再重新生成，只要在剪辑软体里面将饱和度降到最低，就会变成灰阶的图像，这样点数就可以省下来了。武冈法贵的黑白漫画版本也是这样完成的，但是没有转换这么多次，它只有做1次风格转换就完成了。顺便介绍一下，付费版的 Design 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批次下载，将选好的图片全部放到图层中，关闭不要下载的图层，点选下载，选择批次下载就可以一次完成，节省很多工作量及时间。这是第2种方法，要一张一张做，但一个故事可以转换成多种风格版本的故事。像我辛辛苦苦完成这一系列的图，可以做神话故事绘本，也可以转成黑白漫画、彩色漫画、水墨画风格、卡通风格、拟真人的风格等等。同一个故事做成适合不同年龄层的读物或影片，扩大市场。再来，第3种方法跟第2种很像，但是成本会比较高，不过却可以节省时间，就是将这些图片合成一个影片，再将这个影片做视频转绘。这类工具现在也已经很多了。我这次是用 Lensgo， 首先来到它的网站，一样用 Google 账号登入，首次登入免费账号目前会有100点可以用，之后每天会补足50点，这是它的收费方式。在首页这边点选视频转绘，选择风格，这边也可以上传1张自己的图片作为风格使用，然后上传影片档，输入简单的提示词，选择风格强度，选择影片长度，选择帧率，浮水印跟不公开要付费会员才能使用，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。生成之后，按这里就可以下载档案，之后再到 Photopea， 点选档案，开启档案，帧率我会拉到最高，右手边就可以看到所有图层，打开所有眼睛，再到档案，选择输出图层，选择 Layers， 取消这3个勾勾，输出图层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一次下载所有图片了。这是这4个故事的做法。至于 Tala 的一天，这个故事是使用另外一个方法 GPTs， 但是别人训练好的公用版本，一样是在 ChatGPT 使用，一样是属于付费版的功能。进入 ChatGPT，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探索 GPT， 在搜寻这边输入 Consistent Character GPT 就可以找到这个。打开对话之后，输入你要创建的角色的提示词，然后输入分镜内容及图片尺寸。如果没有要求，它的预设都是生成正方形的图片。在还没有很稳定生成时，我一样都会请它提供生成图片的提示词，这样有问题时，一比对就可以很快抓到问题点在哪。前面都还蛮顺利的，但中间升到一半，这个作者有跳出广告，把大家引导到他的网站，造成生成中断。中断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后面生成又会跑掉，就要再重新给一次完整的提示词，帮他恢复记忆。就像有时候我们正在跟别人讲话，中间突然被打断，回过头会忘记刚刚谈到哪里，这时候就需要别人再帮我们提醒一下。像这样，告诉他服装不对，他就会回头自我检视，再重新厘清，接着就能继续生成正确的内容。ChatGPT 里面有植入2大天条：1. 不能伤害人类； 2. 不能做事人类被伤害。所以当我请他改成痛苦的表情时，就很容易出现违反内容政策的字眼，
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后来是用疲惫2个字才生成我想要的表情，这个部分大家就要多多变通一下。这些图片是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生成的，所以相似度还可以。如果过几天再来，可以继续生成相近的图片吗？有时候是可以的，像这样。但是在过几天之后，还加入第2个角色，生成出来的结果就比较快走中。另外，第2个角色的服装定义不够明确，一样会不够一致，然后后面就整个歪掉。再给一次提示词，才又稍微修正回来。所以关于 GPTs 的部分，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训练自己的，比较好掌握，你才会清楚它到底学过什么，比较容易抓问题。那为什么不用前面讲的喂代码的方式呢？其实我有先试过，可能是故事太长，也可能是刚开始用，那时候还没抓到诀窍，反正就是用的不太顺利，生成结果千变万化，我后来就直接换成这个方式。使用 AI 工具就是要多方尝试，多学习，多变通。图片都准备好之后，我们要来把它转成影片。这一步我使用的还是 Luma Dream Machine， 它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，图片生成图片，还可以上传2张图片控制影片首尾帧。生成影片之后还可以再延长。这里补充一下， Luma Dream Machine 前不久还有推出另一个新功能 Camera， 在提示词输入 Camera、Move、Push、Orbit 就可以控制运镜。不过现在它好像算力过载，提供的免费额度有限，旧账号有的会被锁住。像我这种已经做过一堆测试的新申请的账号，现在是要排队的，所以我就无法测给大家看了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这2部我用的是上次刚刚讲过的 Viva， 主要用到的功能是图生影片，因为它还很新，对于动作预测的连贯与准确性，现在还不用期待太高，所以我的重点会放在运镜方式的调整。另外就是运动笔刷的部分，像嫦娥飞上月球的这一幕，我要的运动方向很明确，我就会选用运动笔刷这个工具来控制。使用运动笔刷的时候，选取的部位可以只选主体，也可以多选一点范围。控制运动方向的这个箭头，可以短短的，可以在选取范围内，也可以试着超出范围，可以多做不同的尝试，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也会让你更了解它。转成影片之后，再将对话的声音档与影片做时间长度的对齐。这里我最常用的方式有3种： 1. 同一张图片转成多个不同影片再剪接； 2. 调整影片速度； 3. 复制同一支影片做回放，来增加影片的时间长度。因为是回放，所以衔接上不会有问题。再来，这一步是用最早的 Pika Labs， 在 Discord 上使用，现在可以很确定，只要图片中有人物，提示词里面至少一定要加这串负向提示词，人物才不会被扭曲。我试过 N 次，只要没有加，就是会扭曲。如果你之后的剪辑方式会将原图及影片放在一起，要记得注意色差的问题。影片准备好之后，再来就是使用口型同步的 AI 工具来做匹配。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这类工具，但也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很大的变化，这次就顺便更新一下现况。首先，来到之前讲过的 Hedra， 一样上传声音档、图片、生成、下载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为了截取更正确的像素来做演算，它会把人脸裁切并放大，做完口型同步的影片，再到剪辑软体剪辑时，合成的时候很不好对齐，会浪费太多时间，不适合我们这次的需求。但我们还是来更新一下它的近况。除前面讲过的基本功能之外，它现在有增加风格转换及唱歌的功能。从首页这边点进去，上传图片，选择风格，移动滑鼠滚轮，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示意图。接着按下风格转换，转换出来的风格，如果不喜欢，可以再重新生成，或是换成别的风格，再做一次转换。如果喜欢这张图片，可以点选这里下载图片。选好之后，在这边选择歌曲，按下生成就可以了。点选这边可以下载档案。如果想要做细节编辑，点选右上角这边，这里可以调整风格强度，这里可以直接重新生成，重新生成提示词。设定里面可以补充负向提示词，调整提示词的影响力，跟查询 C 值，这都是它自动预设的。我们来看它怎么写负向提示词，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以后使用其他 AI 工具生成影片时，如果有牵扯到脸部的，就可以把它加进去，避免产生这些问题。关闭视窗之后，回到基础编辑页面，这里多了一个图片生成模型选择，但是其他2个要付费会员才能使用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工具，大多都是架构在开源模型 Stable Diffusion 之下，现在开源模型多了最近呼声很高的 Flux 系列，不管哪一家工具都会慢慢放进来的。如果要做风格转换，点选这个就可以了，但是这里就没有风格选项，
它会用我之前用的那一个风格，它的 C 值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转换成其他风格，还是要从刚刚入口这边点进去。另外，以前都只有1:1的正方形选择，它现在可以选择不同的长宽比。但是一样的问题，不把脸放大，解析度不高，还是会影响演算出来的效果。像这个例子。再来，好久不见的 Lalamo， 它的网站现在改名叫做 Libsensor， 上传图片或影片，上传声音档，或用文字输入转语音，然后按生成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这满脸的浮水印，这工具要付费才能用了。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，但人家摆明要收费，我们还没有足够预算之前，就多看看其他的选择。再来，之前用的还不错的 SyncLabs， 这是它的收费方式，一样上传影片档跟声音档，这边多了不同模型可以选择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虽然它的浮水印比 Lalamo 好一点，但这影片没付费前也是不能用。所以我最后是使用 Pika 1.0 来完成这个部分，上传影片档，选择口型同步的功能，上传声音档，按下生成，就可以自动匹配。之前免费版还可以用 Pika 1.0， 它现在已经改成 Pika 1.5， 多了指定特效的新功能，但之前讲过的那些局部修改、影片扩张、转高清、口型同步、音效等功能都在 Pika 1.0， 付费升级才能使用 Pika 1.0。口型同步功能的成效好不好，就是看嘴巴是否可以辨识清楚，但动物的部分，不管嘴巴有多清楚，目前还是无法运作。不过后来想想，其实我们看的卡通，有哪一部是有做口型同步的？都没有，所以做卡通的人，这笔费用就可以省了。只有做虚拟主播或电影的拟真人，才会需要用到这个功能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补充一下 Pika 1.5 的新功能 Pika Effect， 上传图片，选择 Pika Effect， 选择你要的模式，调整设定，这边只剩下负向提示词、C 值跟长宽比，选好之后，按下生成就可以了。结果就像这样，还会自动匹配音效。这是当初试了很久的一张图，小熊冰块融化，事实证明，的确要用其他方式来解决。现在有这个功能之后，我只要把要融化的部分转成绿幕，上传生成，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不用再测试很多次。事实证明，我还是略胜一筹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同样的素材，不同的剪辑手法。图片转影片的工具现在有很多种，平均的效果都不错，技术上应该都不是问题。但是成本呢？真正要把作品一步一步落地，你能负担多少？所以我后来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剪辑手法，如果可以使用更低的成本，达到相同的效果，甚至更好，为什么不？大家也可以多方尝试，并且感受看看。如果你是观众，你喜欢哪种方式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几部作品的方式。这几部是仿漫画解说频道的做法，用图片加影片，再加上旁白叙述。为了让观众不觉得无聊，所以我就用了很多剪辑软体里的动画及转场特效，顺便演示掉图片与影片之间的色差问题。为了让内容更生动，我额外加了一些经典对话，作为画龙点睛的效果。这一部是用图片加朗读，做成儿童绘本有声书，但也可以转成影片，做成简单的动画，加上几句简单的旁白。这类影片，背景音乐的选择是关键，完全影响结果。但音乐最麻烦的就是版权问题，所以我后来都是从 YouTube 后台的音乐库找。这一部只单纯用图片加剪辑软体里的动画特效来营造氛围，重点还是在选择的音乐，音乐是贯穿这类视频的灵魂，再加上几句经典对话增加效果。这是最省成本跟时间的一部，用的素材不多，但整体效果还蛮不错的。像之前很红的猫咪 Shorts， 制作成本也不高，观看量可以突破100万，上达1000万次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变现模式，没有好的变现模式，流量再高也只能是零用钱而已。由于每个同学的程度不同，所以我们频道不讲重复的内容，会以这集的重点教学，之前教过的工具都会简单带过。想要听详细教学的同学，看完这部可以点置顶留言，我会把链接整理在那边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！